百万富翁都做这件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同样每天工作8小时？还有人更辛苦的996，有人年薪100万，甚至几千万。但我们却连月底想吃顿好的都要考虑老半天。说真的，这可能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那群1%的有钱人大脑里跑的作业系统跟我们完全不同。研究者汤马斯·科里追踪了177位白手起家的富豪整整5年。著作的《富有的习惯》一书中，他发现这群人每天都会做一件看起来超级浪费时间的事。真的不夸张，如果我们还在用那套穷忙模式去拼命，真的拼一辈子也拼不赢。今天我就要来跟你分享这套被这群百万富翁集体默默运作的致富习惯，到底是如何从生理层面彻底重装你的大脑。第一段，硬体升级，你的脑袋其实是可以重灌的。我们先聊聊大脑。很多人觉得我个性就这样，我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这真的误会大了。神经科学有个概念叫神经可塑性。简单说，大脑就像是一块可以不断改写的活体硬碟。你想想看，如果你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滑手机，遇到问题就想逃避，你其实是在脑袋里盖一条超宽的平庸高速公路。久了之后，你的大脑就会习惯走这条路，因为阻力最小。但那些百万富翁超厉害的，他们掌握了格式化的技巧。我们睡觉的时候，大脑会进行突触修剪，就像是一个冷酷的扫毒软体，它会自动删除那些莫再用的连结。富人会透过强制的负习惯，强迫大脑把资源全部留给决策跟执行。当这套赚钱逻辑变成你脑袋里最顺的路，你根本不需要靠意志力，因为你的系统预设就是这样跑。第二段，生物指令，你的习惯正在改写基因。接下来这个更悬，但它是真的科学。有个领域叫表观遗传学，研究发现你的行为竟然可以像开关一样，开启或关闭你的基因。如果你长期过着混乱、压力超大、月底就焦虑的生活，你的身体会产生很多皮质醇。这东西就像电脑病毒，会关掉你脑袋里关于创造力跟冷静思考的基因。你以为只是偶尔熬夜、吃垃圾食物没关系？不，你是在对你的细胞发送衰退指令。反观那些富豪，他们规律运动、控管情绪，其实不是为了养生，而是在做生物骇客。他们要确保自己的身体环境永远维持在最高性能模式。这是一场超不公平的比赛。当你还在用一台中毒的电脑跑程式，他们已经在用优化过的基因对你进行降维打击了。第三段，定义规则，别去挤羊群，直接当牧羊人。我们常听人家说要走出舒适圈，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那些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他们的思维更高阶，他们不只是离开原本的圈子，他们会直接创造一个自己的圈子。台湾人很爱讲从众，怕跟别人不一样，但这1%的人明白，如果你只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你永远只能捡人家剩下的。这套系统的逻辑很直白，定义规则。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自媒体，他们会开创一个新的模式，然后让别人进来玩。这不是耍孤僻，这叫领导力。在别人的规则里，你永远只是领薪水的，只有在自己的规则里，你才是那个收割价值的人。第四段，背景执行程序，获取生活的最高权限。你有没有觉得每天被老板、客户还有各种烂讯息塞满，好像时间都不是自己的？在电脑里，这叫系统过载。但作者的研究发现，这些富人每天一定会强迫自己留30分钟发呆。这不是在混时间，这是在做磁碟重组。他们会自问，我现在的模式有天花板吗？我有没有在做没意义的杂事？
而且重点是，他们通常在清晨5点就获取这个最高权限了，趁全世界都还在睡，烂都还默想的时候，先把最重要的3件事处理掉。这份对生活的掌控感，才是他们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策的底层逻辑。第5段，数据输入过滤，书读得多不如读得精。很多人问，我也读很多书啊，怎么没变有钱？老实说，那是因为你的资料输入出问题了。大部分人的阅读是为了杀时间或求安心，这在系统里叫垃圾暂存档。那些1%的大咖，他们的书单其实很无聊，主要就3种：成功者的传记、实用的工具书，还有历史。读传记是为了看别人的错误记录，避免自己当机；读工具书是为了安装新外挂；读历史则是为了看懂社会运行的大数据。他们不是在看书，他们是在扫描原始码。只要这段内容不能转化成输出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就是废话。第6段，系统联网，你的朋友决定你的频宽。最后，这套系统最强大的功能叫联网。如果你只是单机作业，你的运算能力再降也有极限。富人超看重导师制度，一个厉害的导师就像是一个已经跑成功的范本，你自己摸索要5年，导师一句话点醒你可能只要3个月，那省下来的4年多就是你赚到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眼界自然不同。而且这是一个生态系，富人不但找导师，也爱拉拔有潜力的新人。这不是单纯的好心，而是在扩张自己的网路。当你连接的人越多，层级越高，你的系统频宽就越大，财富的流动自然就快。结尾，现在就按下更新键。讲了这么多，这套财富作业系统其实不收你钱，但它需要你付出代价，那就是放弃你现在那些很舒服但末路用的旧习惯。如果你听完觉得很有感，不要只是把它收进以后再看的清单。今天就在下面留言，跟我说一个你打算从明天开始解除安装的坏习惯，不管是戒掉宵夜，还是睡前不滑手机都好，讲出来让大家监督你，这就是重灌系统的第一步。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大脑运作的致富秘籍，关注我，提升你的大脑认知。我们下支影片见。